乌军远程空袭俄罗斯最大天然气工厂，致其停产。乌军成功摧毁顿涅茨克铁路桥，24小时内击落2套防空系统。乌军100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10多地，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再度遭袭。乌军收复哈尔科夫前线失地，1月内打击25个战略目标。莫斯科发生爆炸，俄军阿尔巴特营创始人萨尔基相被清除。俄军袭击库尔斯克学校，95名俄罗斯人被埋。乌军布莱德雷步兵战车硬扛俄军飞弹，全员安全撤离。俄军对乌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军推出炼油厂扑克牌。乌军清除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副州长，空袭库尔斯克指挥中心。惨无人道，俄军部署拐杖营影片曝光。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2025年2月3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076天，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厂发动了远程打击，导致该厂停产。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称，乌克兰军队在当地时间2月3日夜间发射了一群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伏尔加河下游阿斯特拉罕地区的天然气处理厂。此次攻击的目标明确，乌军直接瞄准了当地的天然气工厂。无人机在凌晨飞速而至，穿破了阿斯特拉罕的夜空。随即工厂周围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持续数小时，火光和浓烟弥漫整个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工厂多个区域被火海吞噬，浓烟不断向空中升起，甚至在城市上空可见。俄罗斯方面很快证实了这一消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巴布希金表示，天然气处理厂在无人机攻击后已完全停产。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工厂不仅是阿斯特拉罕州最大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化工综合体之一，具有重要的能源战略地位。该厂不仅生产天然气，还精炼柴油和工业硫磺，为俄罗斯军方提供能源支持。此次乌克兰的空袭无疑对该设施造成了重创，虽然具体损失尚待披露，但这次打击标志着乌军再次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发动了袭击。阿斯特拉罕距前线约1000公里，这次远程打击也是乌军在2025年的又一次行动。自年初以来，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多集中在俄罗斯的炼油厂，多个油库已被重创并停止营运。此次对天然气设施的袭击则更加引起国际关注，尤其是考虑到西方对俄罗斯天然气的制裁，以及基辅在2024年底正式切断了俄方对欧盟的天然气供应。未来乌军可能还会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发起更多攻击。乌克兰军队继续打击俄罗斯军队的后勤补给线。最新的战报显示，乌军成功摧毁了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铁路桥。开源情报技术报道称，乌军在当地时间2月2日前后发动了突袭，目标是切断俄军的补给线。经过侦查后，乌克兰军队通过埋设炸弹并动用无人机，成功摧毁了该铁路桥。爆炸造成了严重破坏，桥梁多处断裂，浓烟四起。此举无疑将对俄军的后勤补给带来不小的困扰，也有助于缓解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压力。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数据，1月28日后，俄军的进攻明显放缓，尽管去年12月攻势一度达到顶峰，但并未取得决定性突破。基辅方面表示，俄军投入了 44% 的兵力，但损失惨重。单是2025年1月，俄军就有超过15000人伤亡，其中7000人阵亡。为了维持攻势，
俄军甚至开始征召后备力量。俄方对此表示否认，声称已在该地区取得进展。尽管如此，俄军攻势放缓和乌军的反击力度明显增强。此外，乌军还加大了对俄军防空系统的攻击。过去24小时内，他们摧毁了2套防空系统，包括 Buk M3 和 Strela 10。2025年2月2日夜，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引发了广泛关注。据报道，乌克兰军队共发射了约100架无人机。俄媒 Astra 消息指出，乌军不仅袭击了阿斯特拉罕的天然气基地，还对其他10多个地区展开了打击。战役地图显示，乌军无人机飞行路线已被确认，许多地区响起了防空系统的激烈交火声。初步估算，43架无人机攻击了罗斯托夫，13架飞向了沃罗涅日，8架袭击了别尔哥罗德。此外，坦波夫、萨拉托夫、萨马拉、奔萨、梁赞、萨兰斯克和夏诺夫哥罗德等地也未能幸免。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是否同时使用了远程导弹，但部分地区已传出爆炸声。例如，伏尔加格勒的炼油厂再次被袭，爆发大火，空中冒出巨大的火球，火势蔓延迅速。值得注意的是，3天前，乌克兰曾对该炼油厂发动过攻击，造成俄罗斯能源设施严重损坏。此炼油厂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年产能力达到1480万吨。频繁遭袭，无疑会对俄罗斯能源供应造成重大影响。如今，乌克兰不仅加大了远程打击的力度，还精准选择了战略目标，瞄准了俄罗斯的主要能源设施。同时，布良斯克地区和俄占扎波罗热州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爆炸。最新消息，乌军收复了哈尔科夫附近的失地。据 ISW 战争研究所的最新报告，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前线展开了反攻，成功收复了失地。典型的就是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方向。在哈尔科夫战区，乌军重新控制了沃夫昌斯克周围的几个阵地，并稳固了这一重要地区。尽管俄罗斯军队仍对哈尔科夫进行骚扰，乌克兰军队已成功守住了主要阵地。在顿涅茨克方向，乌克兰军队收复了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阵地，增强了对托列茨克地区的控制。同时，乌军在大西西尔卡一带继续激烈作战，俄罗斯部队被困该镇，无法进展，并遭到了乌军无人机和火炮的猛烈打击。在红军村方向，俄罗斯军队1月以来一直在西部和西南部方向推进，目标是切断关键补给线和铁路连接，使乌克兰的物流状况更加复杂。当前，俄罗斯已经控制了与该地区的第1条公路连接，距离第2条公路只有约4公里。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最新通报，乌军成功击毙和重伤1300名敌军，俄罗斯军队的总伤亡人数已达到839040人。此外，乌军在托列茨克的工业区发动了突袭，成功夺回了俄军据点。2024年夏天，俄军曾大举狂攻沃夫昌斯克，并一度取得了突破，试图以此拿下哈尔科夫，但最终乌军在苦战后夺回了失地。不过，俄军对哈尔科夫的扰袭仍不时发生，而乌克兰则守住了主要的阵地。另一方面，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远程打击还在不断升级中。据乌克兰官员科瓦连科表示，光2025年1个月，他们就攻击了俄罗斯25个战略设施，这其中就包括了近期频繁被报道的炼油厂和油库，此外还有俄军的武器工厂等。这甚至还导致俄军的数个炼油厂停止了运营，比如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克斯托沃炼油厂。而对俄罗斯后方的打击势必将影响到前线的战局。2025年2月3日，莫斯科市中心发生数起爆炸，爆炸地点距离克里姆林宫仅12公里。洛尔报告报道，当地时间2月3日，俄首都莫斯科的中心区域传出巨响，随后传出消息，
俄罗斯军队阿尔巴特营创始人萨尔基相在袭击中死亡。萨尔基相原名阿尔缅纳加佩托维奇，萨尔基相除了是俄军高官外，还是顿涅茨克共和国拳击联合会主席。根据情报推测，他应该是乌克兰方面的一名叛徒。此次行动也很可能是布达洛夫的情报总局策划的。现场视频显示，萨尔基相和其他警卫穿过公寓楼时，爆炸装置突然爆炸。萨尔基相及至少5人受伤，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周围的建筑物也遭到严重毁坏，玻璃碎满一地。萨尔基相开始被传住进了重症监护室，但很快不治而亡。俄方则尚未回应此事，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确认。现在事件原因还在调查中，不过从操作手法看，这大概率就是乌克兰的特工做的。之前他们已在俄罗斯境内多次展开行动，包括俄军的大员和乌东的叛徒都是这样被遥控炸弹袭击的。更多时候，炸弹都是放在他们的汽车中。但这一次，乌军特工则出其不意地将炸弹放在了门房旁边，让对手没有防备。值得注意的是，爆炸地点距离克里姆林宫非常接近，释放出强烈信号。在2024年，乌克兰的无人机也数次攻击莫斯科，一度空袭了距离克宫仅2公里的行政大楼。2025年2月1日，俄罗斯空军对库尔斯克的乌克兰控制区发动空袭，但却误炸了一所学校。最新消息，已有95名俄罗斯人被掩埋在废墟下，等待进一步救援。RBC 新闻援引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称，当地时间2月1日下午，俄罗斯军方向库尔斯克的苏贾地区投掷了 KAB 制导炸弹，但炸弹击中一所寄宿学校。乌克兰方面报告称，虽然已发出空袭警报并通知居民疏散，但仍有部分人员未能及时撤离。据库尔斯克的乌克兰指挥官表示，共有95人被掩盖在废墟下，其中84人被发现，紧急送往了医院治疗。在近期的前线作战中，乌克兰一辆 MRA-2 布莱德雷步兵战车展现了卓越的生存能力。尽管遭到俄罗斯军队反战车飞弹 ATGM 的直接命中，这辆战车依然保持运作，并成功撤离战区，确保车内全员安全。根据 Defense Blog 网站3日的报道，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发布的视频显示，飞弹击中乌克兰东部城市波克罗夫斯克西南方纳杰日丁卡地区的一辆布莱德雷步兵战车的炮塔。视频中可见爆炸瞬间，但令人惊讶的是，战车在遭受攻击后依然保持机动性，迅速驶离危险区域。俄方称，乌军此时正在进行人员轮换。布莱德雷步兵战车装备复合装甲和先进生存系统，旨在抵御战场上的各种威胁，即便面对敌方的直接打击，其车组人员的生存几率仍大大提高。这款战车在乌俄战争中屡次发挥关键作用，为乌军提供了重要的防护。目前，关于该辆战车的具体损伤情况尚未明确，但其在遭遇反战车飞弹直击后仍能保持机动性，显示出其卓越的耐战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成功地将车组人员安全撤离，彰显了在前线作战中的关键作用。自2023年初以来，乌克兰已陆续接收数十辆布莱德雷步兵战车，这些战车成为西方援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乌军的地面作战能力。布莱德雷战车凭借其强大的火力、机动性和防护力，极大地提升了乌军在与俄军对抗中的战术优势。德国图片报2月1日报道称，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前线的进展极为缓慢，伤亡极其惨重。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俄军长期的消耗战已消耗了大部分坦克和装甲车辆。在乌东与库尔斯克地区，俄军部队常常组成由1-2辆坦克、5-6辆 BMP 装甲车和几辆民用汽车的突击队，缺乏足够的防护，使得俄军伤亡居高不下。在波克罗夫斯克外围作战的俄军第29集团军的一支部队在进攻时遭遇了乌军的地雷和无人机打击，几乎全军覆没。
截至2月1日22点，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各地发生了104场战斗冲突，其中49场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一带。俄军在34次空袭中共发射了39枚滑翔炸弹，并对乌军阵地和定居点进行了超过4500次炮击。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摧毁了俄军1320人，摧毁坦克6辆、装甲车14辆、火炮45门及其他机械设备。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主力依然受到阻碍，无法扩大桥头堡阵地。由于该地区狭窄，且供给线长达43公里，乌军无人机不断打击俄军补给线，使得俄军无法有效推进。在利曼方向，俄军对西耶格里夫卡、科帕尼和马基伊夫卡的乌军阵地发动了11次进攻，均被乌军击退。乌军还通过防守反击俘获了8名俄军。托列斯克前线，双方在克里姆斯克附近进行了13次交火。视频中，城市巷战的惨烈让人触目惊心，道路两旁和废墟建筑内到处都是士兵的尸体，看得出双方军死伤惨重。乌军第28旅昨日投入了多辆布莱德利战车，利用大毒蛇链炮的火力压制俄军进攻，拔除俄军据点，以逐渐控制了战场主动权。而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依然在尝试切断乌军 T0504 和 T0506 公路补给线，但乌军目前已改变了打法，从昔日的静态防御改变为反击作战，并投入重装部队对进攻的俄军进行切割围歼。洛尔报告显示，乌军第42旅在向乌达齐涅推进过程中与俄军爆发激战，战斗一直持续了7个小时，在无人机和远火的加持下，乌军最终撕开了俄军防线，重新控制了火车站附近。2025年，乌克兰继续对俄罗斯高层进行精准打击。根据 RBC 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月2日前后，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展开反击，并成功消灭了一名俄军指挥官。据悉，俄军老虎志愿营指挥官叶夫列莫夫·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在驾车经过乌军控制区时触发地雷，爆炸导致其车辆毁坏，他本人也遇袭身亡。与之一同被清除的还有他的一名军官副手。目前俄方尚未回应此事，相关报道有待进一步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叶夫列莫夫是俄罗斯边海边疆区的副州长，退役后被派往前线。他所领导的老虎营隶属于俄军155海军陆战旅，该旅为俄军的精锐部队之一。俄罗斯军队因严重的人力短缺问题，开始强迫尚未痊愈的伤兵重返前线，形成所谓的拐杖营。大量影像和情报显示，这些伤兵在行动受限，甚至拄着拐杖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突击作战，暴露出俄军征兵和动员体系的崩溃。这一现象也反映出俄军的装甲战力严重受损，战术逐渐转向步兵进攻，导致前线伤亡大增，医疗体系不堪重负，不仅削弱了战斗效能，还引发了士兵的士气低落和强烈不满。最新的开源情报调查和战场影片证实，伤员被要求在伤势未愈的情况下重返战场已不再是个别事件。俄罗斯第20联合集团军甚至已组建了拐杖营这样的部队。这些突击部队由步行的伤兵组成，其中不乏士兵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在东部战区的红军城吸引无人机攻击。在一段广为流传的影片中，乌克兰无人机瞄准一名明显使用拐杖的俄军士兵。另一段录音中，一名俄军士兵目睹自己的伤员战友被迫冲锋时，不禁难以置信的惊呼：“这是什么鬼？”这种骇人场景的规模远超预期，最初被认为是孤立事件，但如今已被揭露为系统性问题。越来越多社交媒体上的画面显示，多个俄军部队在伤员仍在接受治疗时，就被要求再次动员返回前线。这一现象凸显了俄军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已有超过80万人伤亡，但仍在乌克兰及西俄边境部署60万名士兵。
同时，越来越多伤兵被迫重返战线，反映出克里姆林宫的征兵和动员计划未能有效弥补战损。历史上，俄罗斯军方曾多次将伤兵视为消耗品，例如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军参谋长菲利普·保罗·德塞居尔在1812年回忆录中提到，俄军坚韧的防线令人惊叹，但将领们却毫不在乎士兵的生命，将其视为消耗品。如今，拐杖营的出现正是这一传统的现代延续。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数据，超过40万名俄军士兵曾在后方接受治疗，其中许多人被迫提前重返战场。这一做法不仅减轻了军方医疗机构的压力，也确保了军方能够更好地追踪这些士兵的去向。俄军的后勤和医疗体系已经陷入瘫痪，拐杖营的出现正是这一崩溃的标志。许多前线医院已经人满为患，指挥官开始将保持战力放在提供适当医疗之前。这一残酷现实引发了俄军内部的广泛讨论。一些亲战派部落客抱怨装甲战斗的无效，声称俄军的装甲进攻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迫使指挥官更加依赖步兵操作无人机进行推进，即使这些步兵大多是伤兵。随着战场上人力的压力日益增加，俄军士兵开始表达不满。有部落客透露，伤员被秘密隐藏在地下室和临时医疗点，以防外界发现俄罗斯伤亡的真实规模。一名俄罗斯战地记者揭露了这一黑幕，随即被逮捕并强行送往前线服役。乌克兰军方与国际分析人士指出，俄军对伤员的依赖进一步暴露了其征兵和动员系统的崩溃。俄军的战术已从装甲进攻转变为以步兵为主的突击作战，主要原因是自战争爆发以来，俄军已有超过 1.5 万辆作战车辆被摧毁。这一转变虽然缓解了部分装甲损失，但也加剧了步兵的伤亡。拐杖营的普及表明克里姆林宫正以远超补充速度的方式消耗人力资源，极度漠视士兵的生命安全，显示出俄军当前处于一个战略崩溃的境地。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